婴儿刚出生就断了气儿，想要救孩子只有一种方法，竟然是吃下一枚虫卵。得到母亲同意后，只见老护士张开小嘴巴，喉咙里居然爬出一只绿油油的虫子，只要让孩子吞下就能起死回生。老护士让女人把孩子慢慢放进水池，谁知下一秒奇迹果然发生了。可女人还没高兴3秒，自己的好大儿似乎有点不太对劲儿。可老护士却一脸淡定，告诉女人只有这样才能保住你孩子的命。女人虽然心里发慌，但好歹这也是自己的骨肉啊。但这造型得吃啥养呢？说完，老护士就掏出一根注射器，忽悠女人说只要打1针就能让你找到新鲜的人肉。这时候女人已经无路可退，只好答应了。还不到5秒钟，她的皮肤开始快速碎裂，随着一声惨叫，女人竟然变成了一只飞天螳螂。一场杀戮即将开始。全网都说手机电量带7必刷恐怖片，说白了那就是忽悠小孩的。其实真正的恐怖电影玄学藏在电量带9里，这样你就会刷到这部正宗台湾风味的猎奇恐怖美学大作。短短20分钟的剧情，却讲透了一个母亲为了孩子到底能疯魔到什么程度。话不多说，咱们马上开始今天故事。螳螂故事发生在繁华热闹的80年代台湾老街，这沿街2层小楼全是夜总会，满街浓妆艳抹的舞女那是争奇斗艳，香水脂粉味直接都盖过了街边油烟味。今晚大金和他好兄弟约着非要来消费一下子，俩人都是妥妥的好色之徒。本来今天是大金儿子的生日，家里蛋糕都摆好了，老婆孩子就等他回家吹蜡烛。结果这老哥心根本不在家里，扔下过生日的亲儿子，非要拉着兄弟来这条街潇洒寻乐子。俩人进了夜总会就开始左拥右抱，小酒一喝小曲儿一听，彻底飘上天了。可他俩压根没发现夜空之上一道诡异的影子一闪而过，看形状像是一只巨大的螳螂。镜头一转，一头水蓝色长发眉眼勾人的女人缓步走进舞池，锁定了大金俩人后，她轻飘飘一个飞吻，就这一下直接把2个色迷心窍的男人迷得5迷3道。转头几人就直奔酒店 VIP 房间。就在2个男人彻底放下防备的时候，小美也不装了，彻底摊牌，白皙的手臂瞬间撕裂变形，长成2把寒光闪闪的螳螂巨镰。下一秒唰的一道寒光闪过，鲜血跟喷泉似的喷了大金满一脸。这血腥场面瞬间给大金吓尿了，他这才看清眼前的美女根本不是人，而是个吃人螳螂怪物。他疯了一样冲向窗户逃命，可他不知道小美每次狩猎都会提前锁死门窗，这下他是插翅难飞，根本跑不掉。小美慢悠悠一步步逼近，眼看大金马上就要步兄弟后尘领盒饭。奇怪的事儿发生了，就在小美爪子碰到大金身体时，她脖子上戴的玉佛突然爆发出刺眼的白色强光，强光灼烧的小美痛苦不堪。趁着她吃痛卡顿，大金急中生智，抓起床头柜花瓶狠狠砸在小美头上，直接把她砸晕在地，拼了老命冲出酒店。浑身是血的大金跑到大街上疯狂大喊，可路过的行人就跟看傻子一样，没人愿意搭理他。没过多久，屋里的小美清醒过来，脑袋疼得嗡嗡响，可她压根不在乎自己的伤势，在她心里似乎自己的伤痛根本不值一提。而现在有一件更重要的事儿等着她办，她熟练地把猎物尸体塞进大号麻袋，动作轻车熟路，一看就不是第一次杀人了。扇动螳螂翅膀腾空起飞，他的老巢根本不在市区，而是城郊一栋荒废多年的废弃妇产科医院。小美拖着沉重的尸体麻袋走进血迹斑斑的电梯，电梯墙壁上全是暗红色干涸血渍，层层叠叠。由此可以看出，小美应该杀了不少人了，这都是这些年受害人留下的痕迹。电梯开门，一个面色阴沉的老护士上来就劈头盖脸训斥小美：哎呦，起码咋等来了？你的考官妈妈好呢。谁知此时的小美褪去了一身杀气，弟弟乖哦，卖考啊，妈妈等来哦。瞬间变回温柔慈母，轻声细语哄着泳池里的小男孩。下一秒，浑浊的黑水泳池里，一个小男孩探出上半身，一个劲儿的在那哭。小美二话不说，直接把麻袋里的成年男性尸体推进泳池。短短几秒钟，男孩整个人潜入水底，原本浑浊的池水瞬间被鲜血染成通红，泳池水面剧烈翻滚，水下传来清晰的骨肉撕扯、咀嚼吞咽的声音，听得人头皮发麻。这里给兄弟们提一嘴，导演设计这个小男孩不是瞎编的，他的原型是蜻蜓幼虫水蚶，外号水中老虎，天生纯食肉，食量巨大，永远喂不饱，必须终身待在水里，离开水源就会立马死亡。很快，一具成年男人的尸体很快被啃食干净，可小男孩依旧不满足，不停哭喊还要进食。老护士
士冷冷提醒小美，现在一个成年人已经喂不饱她了，以后捕猎难度只会越来越大。无意间他一眼看到大金遗落的钱包，脸色大变。与此同时，死里逃生的大金好不容易跑回了家，老婆在旁边一个劲儿的骂他，不过他也是活该，自己孩子过生日不陪，还非要去花天酒地。就在夫妻俩拌嘴的时候，一只小飞虫落在大金后背，现在的他对虫子已经 PTSD 了，拿起拖鞋疯狂拍打，直到把虫子拍成肉泥才罢休。咱说句实在的，换谁经历刚才那一幕肯定都有心理阴影了。可他万万想不到，这只小飞虫根本不是普通虫子，是老护士和小美安排的活体侦察兵，专门追踪它的气味和位置，哪怕他拍死虫子也没用，小虫子留下的气味早就把大金的行踪彻底暴露了。被吓破胆的大金彻底没有安全感，直接翻出家里杀虫喷雾，抱在怀里睡觉，躲在被窝里瑟瑟发抖。小美这次必须得斩草除根，她化身巨型飞天螳螂，顺着气味爬到大金卧室天花板，像壁虎一样蛰伏待命，就等时机成熟收割人头。眼看镰刀就要劈下去，卧室门突然被推开，大金的儿子揉着眼睛进来，说自己做噩梦，家里有大虫子。就这短短几十秒，打断了小美猎杀计划。大金顺着孩子指的方向看向窗外，就在大金愣神的功夫，蓝发螳螂女全速朝他冲来，一把将大金给掳走了，瞬间消失在了雨夜中。等大金再次睁眼，人已经被抓到废弃医院地下泳池，臭气熏天，满是血腥味。他第一眼就看见水里的小男孩，单纯以为对方和自己一样都是被绑架的受害者。就在他准备上前搭话的时候，电梯门叮的一声打开，小美提着螳螂臂走了出来，求生欲拉满的大金瞬间装死，一动不动地躺地上屏住呼吸。不得不说，这哥们儿脑子关键时刻真够用。小美完全没有察觉，满眼只有水里的怪物儿子蹲在池边温柔哄孩子。抓住这个绝佳时机，大金突然暴起，举起随身带的杀虫喷雾对着小美猛喷。谁都没想到，咱们日常家用的杀虫剂偏偏就是螳螂女的克星。下一秒，小美的皮肤肉眼可见腐蚀溃烂，大金一时得意忘形，往后退的时候一脚踩空，扑通一声直接摔进泳池里。殊不知，这水面之上是人畜无害的小男孩上半身，水面之下根本不是人的身体，是一只长满粗壮触手、獠牙密布的巨型虫蛆。怪物小孩伸出触手缠住大金，生死关头，人类求生欲直接拉满。大金硬生生徒手扯断怪物2根触手，拼尽全力爬上岸。听着儿子撕心裂肺的惨叫，本来重伤濒死的小美爆发出超强母爱 buff， 拼命爬过去护住自己的怪物孩子。大金也不废话，抓住机会掰断墙边生锈的老旧水管，用尽全身力气狠狠从背后刺穿小美躯干。小美重重倒地，失去行动能力。大金不敢恋战，知道水里的怪物更危险，抓紧时间冲进电梯，准备逃离这个人间炼狱。电梯到达1楼，结果这老护士早就在这等着他呢。走投无路的大金看见活人，跟看见救命稻草一样，连忙挥手求救。可下一秒，老护士原地凭空消失。大金正蒙圈摸不着头脑，头顶突然一阵发凉，老护士从天而降，彻底变身。他是比小美等级更高的巨型螳螂母体，原型是利斑螳螂，自带伪装天赋，相当狡猾，并且战斗力远比小美更强。大金眼瞅不是对手，赶紧掏出杀虫剂，可谁知同样是螳螂怪物，杀虫剂能轻松废掉小美，对这个老螳螂一丁点作用都没有。原来这老螳螂修行了上百年，啥样的杀虫剂他都尝过，所以对这种普通的杀虫剂早就免疫了。俩人直接开始近身肉搏，老护士的螳螂拳炉火纯青，大金根本占不到任何便宜，正面打不过，大金开始玩阴的，捡起地上废弃手术刀，躲在角落当老六，趁老护士路过一刀扎进他脚踝，紧接着抄起铁盆猛砸头部，本以为翻盘稳赢，结果被老螳螂一把锁死身体，动弹不得。下一秒，这老护士伸出细长口气，瞬间刺穿大金后脑勺，1秒毙命。解决完大金，老护士随手把大金尸体扔进泳池，怪物孩子又喜提一顿大餐。现在全场就剩重伤倒地的小美，奄奄一息地躺在血泊里。结果到这里，老护士也不演了，直接给小美摊牌。其实整部片子从开始就是一场骗局。多年以前，小美只是一个单纯缺爱、涉世未深的小姑娘，谈恋爱被渣男蒙骗，莫名其妙当了第三者。等到意外怀孕大肚子之后，又被渣男无情抛弃。走投无路的小美这才找到了这所破旧的私人医院，进门就苦苦哀求唯一的医护人员老护士来帮她接生。但小美不知道的是，其实自己的孩子非常健康，生命体征都没问题，但这老护士却骗她说孩子夭折了，原来就在接生的时候亲手掐死了刚出生的健康婴儿。原来这个老护士根本就不是人，
说白了，他就是个老螳螂精，因为自己的幼虫需要人类婴儿躯体寄生复活，所以他专门挑选小美这种心软、缺爱、单纯女生当工具人。他骗小美孩子天生死亡，只有虫卵寄生才能逆天复生，后面的一切全是他的套路。放出幼虫寄生死婴，告知孩子必须吃人肉泡水存活，给小美注射螳螂基因药剂，把普通人小美改造成嗜血飞天螳螂，一辈子都要外出捕猎，有个免费苦力帮他喂养自己的寄生虫仔。说白了，小美一辈子杀人堕落变异，双手沾满鲜血，全是被老护士操控的。躺在地上重伤濒死的小美听完全部真相，心也彻底死了。小美用尽生命最后一丝力气翻身跳进血色泳池，临死之前她看到浑浊腥臭的泳池变得清澈干净，自己变回青春清纯的小姑娘，狰狞的虫怪变成健康乖巧的正常小男孩，甜甜的喊她一声妈妈。这是小美这辈子梦寐以求的圆满，也是她撑着活了这么多年的唯一执念。可幻觉转瞬即逝，现实残酷到刺骨，水里这个被无底线溺爱养大的怪物六亲不认，当场把养他长大的母亲一点点撕扯吞噬，吃得干干净净，子时母骨肉相残。这里导演还埋了昆虫彩蛋，现实里螳螂都是母螳螂吃掉公螳螂繁衍后代，这部电影故意反转生物习性，改成孩子反噬母亲，就是隐喻无底线溺爱，最后一定会反噬自己。片子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，很多观众看完都说这片子太变态了，画风猎奇。说白了，谢文明说是拍的恐怖片，其实就是在隐喻现在的家庭教育。老护士代表现实里三观不正，纵容自家孩子欺负别人的家长，操控别人，不讲规则护短。小美更是现实中最典型的熊家长，她的爱没有底线，没有原则，孩子要吃东西，哪怕是人肉，她就去杀人。孩子天生邪恶，她就纵容包庇，打着为孩子好的名义，无视法律，无视人命，无视是非对错。水里的怪物小孩就是被溺爱毁掉的巨婴，从小被无条件满足，自私贪婪，只会索取不会感恩，把父母的付出当成理所当然，最后反噬养育自己的人。而这部短片就是给这类家长敲警钟，真正的母爱从不是无底线牺牲，爱是管教，是立规矩，没有边界的溺爱养出来的并不是好孩子，而是忘恩负义的白眼狼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，我是听雨，关注我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了个拜。